乌军无人机飞越1000多公里，打击俄罗斯第3首都。乌军2旅联合行动，夺回维克多罗夫卡阵地。乌军深入敌后，打掉俄军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发射连。3名朝鲜士兵反水，击杀5名俄810旅士兵。乌军28旅坦克炮轰俄军据点，抓捕1名爱斯基摩人。俄军伤亡破82万，谢尔斯基公布隐秘信息。立陶宛积极扩军，阻俄西进。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距离乌克兰边境1000多公里，有着俄罗斯第3首都称号的喀山再度遭到乌军无人机的突袭。据综合新闻报道，1月20日，数十架乌军无人机突袭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并对当地戈尔布诺夫飞机制造厂实施了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方面消息称，此次袭击导致这座工厂附近的油罐发生了剧烈的爆炸，但俄罗斯并未承认此事，他们只报道了有无人机袭击了该飞机制造厂。达达斯坦共和国新闻处报道称，乌军无人机试图袭击当地工业设施，但被尽数拦截击落。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坏，紧急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目前正在现场处理善后事宜。而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乌军袭击一共来了3波，工厂附近发生了至少5起爆炸声。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喀山民航机构暂时关闭了喀山、夏喀姆斯克和伊热夫斯克的机场，目前暂无戈尔布诺夫飞机制造厂损失的进一步报道。此外，就在喀山遇袭后，俄国防部报告称，1月20日上午，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各州一共拦截了31架乌军无人机，分别为布良斯克10架、卡杜加6架、别尔格罗德3架、库尔斯克州3架、奥米尔地区2架，其余的均是在达达斯坦共和国境内被拦截的。仅从无人机的被拦截数量来看，喀山地区出现的无人机数量其实并不是很多，那为什么这里却被如此关注呢？其一是因为遇袭的戈尔布诺夫飞机制造厂是图160、图22等飞机的制造、维修和升级工厂，甚至有消息称该工厂还将生产俄空天军下一代隐身轰炸机 PAK-DA， 所以乌军无人机打击这里就显得格外引人注意。其二是喀山作为俄罗斯的第3首都，当地还拥有其他更多俄军工企业，如喀山直升机制造厂，其建厂至今已经为苏联、俄罗斯生产了超过 1.2 万架的各型军用直升机，包括米8、米17等俄军主力装备。又或是喀山火药厂，该厂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目前俄军大量使用的口径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部分材料就是该厂提供的。此外，喀山还有奥格辛泰斯化工厂、索科尔设计局、喀山发动机生产协会等等。如此多的军工企业聚集在此，自然成功吸引了乌军无人机。在戈尔布诺夫飞机制造厂遇袭后，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卡瓦连科1月20日也发文解释了乌克兰最近总对喀山发起攻击的原因。他认为喀山拥有大量俄军工企业，打击这里能够破坏俄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并且这座城市距离俄乌前线较远，防空能力相对较弱，乌军无人机在这里更容易得手。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在向泽列尼什利亚河南部小幅推进的同时，乌军第47旅和第82旅联合行动，重新夺回了维克多罗夫卡西南方的一些阵地，并摧毁了俄军7辆 BMP-3、3辆 T-80，以及清除了数十名俄军士兵。在苏贾镇方向，乌军成功反击马赫诺夫卡，夺回了部分阵地，增强了控制力。而俄军方面有消息称，在此前装甲工事被乌军击退后，俄军第56空降团、第83旅以及第40海军步兵旅等部队就开始了对苏贾乌军防空哨所和防御据点的远程炮击和空袭。目前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值得注意的是，昨天还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据俄方消息称，乌军在深入库尔斯克超过50公里的地方打掉了俄军一个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发射连。尽管没有更多信息披露，不清楚乌军是如何打掉这个导弹连的，但火力军结合此前乌军无人机展开的类似打击事件和俄军拼老命摧毁乌军海马斯来看，事情经过很可能是乌军通过战术侦察无人机发现了俄军这个伊斯坎德尔 M 导弹连，其后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或其他远程打击系统将其摧毁。之所以不怀疑是乌克兰特种部队潜入实施的破坏行动，是因为想要在现实中实现过于困难。毕竟如今的库尔斯克地区，俄军依旧占据兵力优势，且伊斯坎德尔 M 导弹连还部署到俄军前线后方。同一天，乌军还在清除了俄军第22摩步团副团长叶夫根尼·季哈诺维奇中校。目前关于他的死亡细节还未公布，俄方也没有做进一步回应。一旦得到确认，他的身亡将刷新乌克兰在2025年清除俄军将领级别的记录。此外，遭受压迫的朝鲜士兵开始反水了。据 X 平台用户发文称，
1月13日，有3名朝鲜士兵在杀死5名俄第810海军陆战旅军人后，遭到了俄罗斯的通缉。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击退了俄军第245摩托化步枪团和车臣瓦哈营在沃夫昌斯克、沃夫恰河的2次突袭，同时在赫里伯克南部发起了对俄军阵地的打击，扩大了交战面积。库皮扬斯克方向，在北部德沃里奇纳，乌军依靠防御工事，全力阻止俄军第69旅扩大桥头堡。在南部克鲁格利亚基夫卡方向，俄军正集结力量，试图从北、东北、东3个方向对扎格里佐维发起突袭。莱曼方向，1月20日，乌军将俄军阻击在伊万尼夫卡北部高地，同时使用无人机在特尔尼北部和东部田野摧毁俄军的无防务装甲车。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28旅发布影片显示，乌军正不断用火炮和无人机阻止俄军推进，同时派遣坦克近距离还击建筑内的俄军士兵，打掉了俄军一个临时据点。有意思的是，乌军在该方向俘虏了1名爱斯基摩人，而此前在哈尔科夫，乌军1打6拿下了6名俘虏里，还有1名可能来自第3国或远东地区的雅库特人。现在俄军部队里真是什么人都有。红军村方向，俄军依旧在试图用包围战术切断乌军补给，然后实施更大包围，但这需要俄军投入更多资源。昨天，俄军发动了88次进攻，可战线并没有太大变化。目前，俄军正快速对奥切利吉涅附近铁路进行修复，不断向前线俄军运送后勤物资。而乌军在昨日战斗中，不仅将俄军攻势击退，还在乌达赫内、科特林、乌斯佩尼夫卡、新沃瓦西里夫卡、韦兹罗夫、叶利扎维蒂夫卡和沃迪亚内、德鲁赫附近进行了反击。期间更是动用豹 2A4 等北约装备，对俄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少校表示，俄军由于装甲数量短缺和士兵的过度消耗，已经减少了俄军在红军村正面的步兵突袭，试图从西部攻入红军村。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在泽列什尼夫卡村摧毁了俄军装甲运兵车，目前正在垃圾掩埋场阻击俄军推进。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俄军增援部队的抵达让该方向的乌军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如今该方向乌军的防御力量只有7个布满编的旅，即第110、第23、第31、第141机步旅以及第128山地旅和第122、第241国土防御旅，没有一个重装机械化旅，但却要面对10倍兵力的俄军和滑翔炸弹，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当然，俄军如此以米为单位发起无装甲冲锋，即便有兵力优势，也持续不了多久。1月20日，乌军发布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1690人，总伤亡再创纪录，达到820430人。希尔斯基也在接受采访时证实称，受乌军持续远程打击影响，俄军火炮弹药的使用率已经从几个月前的每天4万发减少至如今大约6000发。兵力损失上，俄军在过去1年中至少损失了43.4万人，其中约15万人死亡。这个数字比2022年和2023年的俄军战亡人数总和还要多。此外，希尔斯基还保证道，乌军部队将尽一切努力阻止俄军对红军村的占领，同时表示乌克兰正在开发自己的防空系统，旨在通过开发国产武器，在未来摆脱对美国、欧洲的依赖，实现自我防卫。可见，乌克兰在追求和平、自由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歇。立陶宛作为波罗的海3国之一，和另外2个国家一样，在近现代历史中多次被俄罗斯占领和统治，双方存在着深厚的历史积怨、分歧和矛盾。而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立陶宛神经更为紧绷，再加上近期俄罗斯影子舰队屡次犯境，俄军战机频频与北约军机在该海域上空近距离接触，甚至目前北约军机还遭到俄罗斯 S-400火控雷达锁定，使得东欧地区不稳定因素加剧。于是立陶宛加快整军备战脚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立陶宛的国防支出将在明年，也就是2026年起增至 GDP 的5%至6%，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师和采购先进武器，以应对俄罗斯未来可能存在的西进入侵行动。那么立陶宛未来都有哪些采购计划呢？按照计划，立陶宛未来数年会引进44辆豹 2A8 主力战车，以及数量不明的瑞典制 CV90 步兵战斗车，搭配现有的全时8轮甲车，可让原以轻步兵、机步单位为主的立陶宛陆军重装化。同时，立陶宛还已向美国采购了数套 NAS-AMS 防空系统和8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所配置的弹药不仅有射程可达70公里以上的火箭弹，还采购了18组射程可达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此外，立陶宛也向法国采购了18套155毫米采用轮式为底盘的凯撒自走炮。届时，立陶宛不仅具备固守国土的充沛火力，还能执行有限度的源头打击任务。至于如今的立陶宛军力，兵力方面，现役军人只有2万多人，但有超过10万名后备军人，其实施的是征兵制，18岁以上男性需服9个月的兵役，
其中立陶宛陆军的兵力规模最庞大，大约8000人，编为铁狼机械化步兵旅、萨莫吉西亚摩托化步兵旅以及奥克施泰蒂亚预备役步兵旅和立陶宛特种作战部队。主要装备为91辆全师装甲车、269辆 M113 装甲运输车、168辆 M577 装甲运输车、500辆轻型机动车、21辆 PZH-2000 自行火炮，以及42门 M113 型120毫米自行迫击炮和54门 M101 牵引式火炮。其次是空军，兵力大约1400人，总部设在考纳斯，装备仅由少量教练机、直升机、运输机、攻击机组成，其中教练机5架，包括2架 L39C、2架雅克52和1架雅克18，直升机9架，型号是苏联的米8直升机，运输机8架，包括3架 C-27J、3架安2和2架 L410 UAP， 攻击机只有1架 L39ZA 轻型攻击机。防空武器倒是装备有36门伯福斯40毫米 L70 高炮和40套 RBS-70 便携式防空导弹。最后，立陶宛海军总兵力仅有600人，编为扫雷战队、巡逻艇战队和港湾支援战队，另外还辖有爆炸品处理队、后勤部和沿海警备队。主要装备以自挪威海军退役、排水量约1600吨的维达尔指挥舰为主，搭配数艘小型舰艇，大概列装有1艘布雷舰、2艘扫雷舰、4艘巡逻炮艇、1艘消防船、1艘巡逻艇和1艘港口拖船。据乌总参谋部1月18日报告称，俄军于2024年12月在乌克兰境内战斗中使用了434次由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的化学制剂弹药，而自2023年2月以来，俄军在已知的战斗中共使用了5389次化学制剂弹药，其中包括 K51 和 RGVO 手榴弹。乌克兰方面对此表示谴责。据防卫新闻报道，法国武装部队部长莱科努在一篇贴文中表示，上周3至周4夜晚，一架法国大西洋2式巡逻机在波罗的海的国际空域巡逻执行北约任务期间，遭到了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的火控系统锁定。虽然莱科努部长没有说具体位置，但从当地环境分析，有可能是在加里宁格勒附近。莱科努部长将俄罗斯这样的行为描述为侵略是不可接受的，同时表示法国将继续采取行动，捍卫国际空中和海上的航行自由。法国的大西洋2式海上巡逻机是一款专门用于反潜战的双引擎螺旋桨飞机，配备磁探测器等设备，续航时间为14小时。截至目前，法国海军拥有22架该飞机，且已进行现代化改造，不仅具备反潜功能，还因加装了许多海上巡逻与电子数据收集的设备，如泰雷兹的搜索大师主动相阵列雷达、机头下方的前视红外线感测器、光电红外线摄像机 MX20 以及尾部的一个磁异常探测器等，使其可以长时间执行请监侦、巡航任务，为法国海军提供了必要情报。而当机翼挂载上电波收集与判读设备时，该飞机还具备监听俄罗斯防空作战人员之间通信的能力，可以更好地了解 S-400 及其使用情况。至少，法国飞机上的任务人员应该能够找到威胁性射频发射的来源，确定 S-400 的位置和使用的雷达类型。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近期发文表示，该部队已获得首批 M1304 步兵运输车30毫米机炮型，并将其部署给麾下的第2史崔克旅第17步兵团第1营。据悉 ，ICVVA1 30mm 是步兵运输车双微型车体 A1 30mm 的缩写，此前被称为 XM1304，属于第3代史崔克装甲战车，用来取代 M1296 龙骑兵步兵战车。它的诞生来自一份价值9.429亿美元的现代化合同，主承包商是奥什科什防务公司、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以及普拉特米勒防御公司。与 M1296 龙骑兵相比， M1304 基于史崔克双微型车体设计，旨在应对简易爆炸装置和地雷的威胁，不仅能有效偏转爆炸力，其配有的螺栓固定陶瓷装甲、凯夫拉防剥落衬底和能量衰减座椅，使其可达到 STANAG 4级防护，能有效抵御 14.5 毫米穿甲弹。同时 M1304 还修改了炮塔布局，保留了前部成员舱口，解决了与30毫米弹药储存相关的特定弱点，扩大了成员操作的内部空间，并配备了车长独立热像仪。在机动性上， M1304 配备了450马力的卡特彼勒 C9 发动机、910安培的发电机、向前弹壳弹出装置、车载网络构架以及增强的悬挂和驱动系统。这些改进在提升机动性的同时，还能让整车能够承载更重的负载，整车的最大重量可达 28.5 吨。在武器系统方面， M1304 继承了奥什科什防务公司的中口径武器系统，该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的萨姆森 Pro 炮塔发展而来，
装备有一门 XM-113大毒蛇30毫米机炮，这是 MK44 的改进型号，在后勤方面保持了90%的共通性。同时 XM-113还采用了无链双供弹装置和外部电源，极大降低了弹药卡壳问题。另外 M1304 的辅助武器还包括一挺 7.62 毫米 M240C 同轴机枪，还有一个可伸缩的双联装导弹发射器。尤其是后者，在2024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和博览会上，开发人员展示了这种双联装导弹发射器的功能，其不仅可在车内重新装填，还可兼容最新的反坦克导弹，如 FGM-148F、FGM-148G 以及长钉 LR 反坦克导弹等。按照蒂莫西·布莱尔中校的说法，这些新型 M1304 步兵运输车将提升直接射击杀伤能力，而美国陆军计划今年接装269辆新车，并部署给麾下的3个史崔克旅级战斗部队。据海军新闻报道，通用原子电磁系统公司战略发展副总裁霍伯在年度海军水面舰协会的研讨会上展示了一款新概念系统，即为无人机准备的弹射起飞系统。他表示，与战机电磁弹射所需的空间相比，无人机电动发射系统占船上的空间面积非常小。从该公司释出的模拟图像声称，无人机发射器可能只需要 1.22 米乘 0.6 米的面积来安装驱动设备，而且由于无人机没有像载人飞行器那样的人员重量和需求装备，因此这是一个相对更简单的系统，能够被广泛运用在更多种类的舰艇上。另外，在无人机回收上，有鉴于水面战斗舰或大型支援舰艇缺乏回收无人机的甲板空间，因此通用原子公司也正致力于另一项非常独特的回收计划，以解决无人机反舰的问题。据海军新闻报道，菲律宾海军1月18日在马辛洛克滩周边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在此次军演中，菲律宾海军派遣了导弹巡防舰鲁纳号、近海巡逻舰波尼法西奥号和艾卡拉兹号。菲律宾海军声称，此次演习的目的在于提升舰艇与人员的作战能力。其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加伯中校指出，马辛洛克滩海域的地形性演习不仅有助于维持舰队的备战状态，也有助于精进军舰官兵操作现代化系统的专业能力。而此次演习的3艘舰艇官兵接受这样的常规水面作战训练，将确保能有效支援海军的整体任务目标。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法国一名海军士兵泄露了布雷斯特长岛海军基地和动力潜艇舰队巡逻的机密细节，而泄密的源头则是一款健身 App， 其名为 Strava。按照规定，长岛海军基地的工作人员都需要进行面部扫描并上交手机，但法国军方却忽视了智能手表，而这款 App 正好可与智能手表兼容，且无需与智能手机连接。正是因为这一点，致使部分佩戴智能手表且安装有这款 APP 的士兵，其行动完全被跟踪，包括在进入或离开基地后。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 Strava 第一次泄密。早在2018年就有消息传出，军事人员借助这款 App 可以确定阿富汗前线作战基地的位置。此外，美国空军51区基地的细节也被披露，原因是一名空军人员在骑车时使用了这款 App。纽约时报去年也曾报道过 ，Strava 还泄露了法国总统、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保镖的行动。据 Naval Today 报道，继测试完安卡3无人机后，土耳其又测试了 TB3 无人机，其携带并成功发射了2枚 MAMT 智能导弹，而且还精准击中目标。TB3 无人机长约 8.35 米，翼展14米，最大起飞重量约 1.5 吨，配备 PD-170 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航程1900公里，最高时速300公里，有效载荷280公斤。机采用折叠式设计，使其能在2栖突击舰的飞行甲板上实现起飞与停放操作。去年6月 ，TB3 无人机就已进行了高空系统性能测试，并在飞行过程中到达11000米高空，刷新了土耳其国内无人机的最高纪录。随后又于11月在土耳其无人机母舰安纳杜鲁号上成功测试了短距起降。而在这次测试之后 ，TB3 无人机将按预定计划继续进行有效载荷和弹药整合测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很快就会进行量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朝鲜士兵反水会成为普遍现象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